是监控拍下令人心碎的一幕。由于丈夫多日未归，猫头鹰妈妈只好含泪摔碎了自己孵化半月的鸟蛋。在环顾四周后，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毅然飞离了这里。看到这一幕的屋主露出了惊讶的神情，难道真有如此狠心的母亲吗？就在前不久，大姐在自家天台上意外发现了2枚蛋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屋主便在周围安装了监控设备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一只猫头鹰出现在画面中，只见它熟练地走进花园，然后找到蛋的位置开始进行孵化。这时人们才明白，之前的2颗蛋是猫头鹰妈妈所生。可作为野生动物的猫头鹰，为何会选择在这里产蛋呢？就在屋主疑惑之际，画面里又飞来了另一只猫头鹰。原来是猫头鹰爸爸外出打猎回来了，他把抓来的食物喂给了妻子。接过食物的猫头鹰妈妈开始埋头干饭，而猫头鹰爸爸则是飞出去寻找食物。一晚上他要来回往返数次。处于孵化期的猫头鹰妈妈无法外出觅食，宝宝都还没出生呢，她倒享受起了宝宝的待遇。本以为这种温馨的画面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可这天猫头鹰爸爸在一次外出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画面里猫头鹰妈妈不停地呼喊着丈夫，她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不告而别。就这样，她在窝里不吃不喝苦等了3天的时间，却依旧没有看到丈夫的影子。就连隔壁的喜鹊都跑来嘲讽她，但为了正在孵化的宝宝，她只好选择忍气吞声。到了第4天，猫头鹰妈妈已经饿得头晕目眩，她一遍遍对着空气发出悲鸣，但仍旧没有等到丈夫送来的食物。这天清晨，大姐意外发现猫头鹰妈妈居然消失了。此时巢穴里只剩下了1枚鸟蛋，而在天台的边缘处，另1枚鸟蛋已经破碎。看到这一幕的人们很是诧异，于是立刻调取了监控查明情况。原来饥肠辘辘的猫头鹰妈妈在等不到丈夫后，决定独自出去寻找食物。为了自己和孩子能存活下来，她只能一边狩猎一边孵蛋。也不知道猫头鹰妈妈是被饥饿冲昏了头脑，还是太过于思念丈夫。在一次外出中，她竟然不小心踩碎了1颗蛋。失去孩子的猫头鹰妈妈非常难过，但她只能默默接受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。不过此时猫头鹰妈妈也意识到了，单凭自己的能力根本无法孵化幼崽。她站在栏杆上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选择飞离了这里。接下来的2天时间，猫头鹰妈妈都没有再出现过。再这样下去，仅剩的1颗蛋就彻底凉了。动物专家得知消息后，立刻赶往现场。他解释说，猫头鹰在孵蛋时一般不会外出狩猎，因为幼崽的孵化需要适合的温度，所以不能离开太久。而猫头鹰爸爸则会每天为她送来食物。当丈夫无法提供食物时，她没有独自孵化幼崽的能力，因此只能被迫选择放弃。专家在花园里放了一些食物，希望猫头鹰妈妈在看见食物后会觉得丈夫回来了，这样她就可以重拾信心继续孵蛋。可在之后的时间里，猫头鹰妈妈都没有回来过。最终专家决定将鸟蛋带回去进行人工孵化，然后他将1枚鸡蛋放进巢穴。虽然这只猫头鹰回来的希望渺茫，但至少它在回来后能看到自己的蛋还在，这样就会选择留下。随后专家将鸟蛋带回了实验室，将它放进恒温室进行孵化。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，可没想到几天后，猫头鹰妈妈竟然再次飞了回来。这次她把丈夫也一并找了回来。当看见窝里的蛋后，猫头鹰妈妈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第2天，专家趁他们离开的间隙，立刻把鸡蛋换了回来。回家后的猫头鹰并没有察觉出什么异常，于是开始像平时一样正常孵化。消失多日的丈夫又开始外出狩猎，然后把抓来的食物喂给妻子，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始。可当专家仔细观察后，才发现巢穴里的蛋竟然又多了1个，难道是猫头鹰妈妈偷来的吗？还有小猫头鹰能否顺利孵化呢？下集继续为您讲述。这只刚出生的幼鸟正用力将其他鸟蛋从巢穴里推出去，接着1颗鸟蛋从树上掉落，重重摔在地上。想不到眼睛还没睁开的它，心肠竟然比它的皮肤还要黑。这种幼鸟名为杜鹃，也叫布谷鸟，它会把巢穴里的其他幼鸟全部杀死，进而独享母亲的宠爱。然而这只自私的幼鸟却并不是鸟妈妈的孩子。这只黑色燕卷尾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它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却是自己的仇人。原来这只提前孵化的雏鸟是杜鹃鸟产下的蛋，趁着燕卷尾外出觅食的功夫，杜鹃鸟偷偷把蛋产在了它的窝里。为了迷惑对方，它甚至还会吃掉1-2枚蛋，从而达到偷梁换柱的效果。在杜鹃鸟一番神奇的操作后，抚养孩子的重任就交给了智商不高的燕卷尾。这位代理母亲对于杜鹃鸟的行为毫不知情，她每天依旧正常进行孵化，直到雏鸟破壳而出。可实际上这一切都在杜鹃母亲的计划之内，因为在此之前她就已经算好了产蛋日期，所以她产下的蛋会比燕卷尾的蛋更早孵化出来。就算晚几天也没事，毕竟杜鹃幼鸟发育的非常快，当破壳的那一刻，燕卷尾和它之间就会形成牢固的亲情纽带，直到把它抚养长大。幼鸟出生后，这位代理母亲就需要每天不断的进行觅食和投喂，而留在家里的杜鹃幼鸟则会继承母亲未完成的事业，将巢穴里的其他幼鸟全部清理掉。这种坏刻在了每只杜鹃鸟的基因里。在清理掉1颗鸟蛋后，它并没有打算收手，反而继续用背部顶起另1颗蛋，用同样的方式将还未孵化的雏鸟推向巢穴的边缘。当快要得逞时，杜鹃幼鸟却突然停了下来。原来是鸟妈妈回来了。除了满肚子坏水，这家伙更是一个天生的演技派。
看见鸟妈妈回来后，他立刻叽叽喳喳叫了起来，催促母亲给自己喂食。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他成功转移了燕卷尾的注意。此时的燕卷尾虽然满脸疑惑，但智商并不高的他却怎么都想不明白，为何巢穴中的鸟蛋只剩下了一颗。虽然杜鹃幼鸟才破壳不久，可它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。鸟妈妈需要不停地外出寻找食物来满足它巨大的胃口。前脚鸟妈转身刚离开，下一秒这只幼鸟便开始了清理行动。此时的它眼睛还没睁开，只能依靠身体的感觉找到鸟蛋的位置，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鸟蛋顶起。它需要在鸟妈妈回来之前将这颗鸟蛋推出巢穴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次幼鸟的作案手法更加娴熟了。很快，一颗鸟蛋就从树上落了下来。现在巢穴里只剩下它自己。杜鹃幼鸟成了燕卷尾唯一的冒牌子女，它终于可以独享全部的母爱了。这家伙不仅心肠黑，而且还很贪婪。它会和母亲不停地索要食物，因此鸟妈妈每天不是在觅食就是在觅食的路上，担心太阳会灼伤到幼鸟的皮肤。休息时，鸟妈妈还会用身体帮它遮挡炙热的阳光。随着幼鸟一天天长大，它身上也逐渐长出了许多羽毛。看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幼鸟，鸟妈妈每天都在困惑中度过，但在母爱的驱使下，它已经身不由己。而在不远处的树枝上，另一只燕卷尾却成功养育出了自己的下一代，而它却亲手养大了一只怪物。当小杜鹃体型长得比它还要大时，它依旧会废寝忘食地抚养这只巨婴。很明显，这并不是它的孩子，它的爱是盲目的。那么长大之后的杜鹃会懂得感恩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这种不是什么好鸟的鸟，它们天生就喜欢独来独往，到了交配的季节就随便找个配偶繁衍后代，草草了事。它们从来不会养育自己的后代，只会将鸟蛋下到其他鸟类的巢穴中，让其抚养自己的后代。科学家把杜鹃鸟的这种行为叫做巢寄生，这是一种特殊的繁衍方式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让它们一出生就开始谋害其他幼鸟，而不允许其他幼鸟分享母爱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几乎所有的鸟类都会将杜鹃幼鸟抚养长大。盲目的爱并不是燕卷尾的专属，比如这只山雀鸟便和燕卷尾有着同样的遭遇。最近有这样一条视频，看哭了千万网友。一只刚出生的小狗躺在冰天雪地里奄奄一息，没想到下一秒就遇到了心软的神。这位山东的小哥站在自家阳台拍室外雪景时，意外在镜头里发现了一只颤颤巍巍的小狗。察觉到不对的小哥连忙赶到楼下，却发现此时的小狗已经奄奄一息，身体已经冻僵了。于是小哥把它抱到楼道里，还用毛巾为它擦掉身上的冰雪。不喜欢养宠物的小哥本想就这样一走了之，可看着小狗绝望的眼神和不断发抖的身体，最终他还是心软了。小哥决定先把狗狗抱回家，帮它度过这个难关再做打算。看着狗狗浑身脏兮兮的样子，小哥用自己的沐浴露给它洗了个香喷喷的热水澡。可刚洗到一半，小哥就发现原本安静的狗狗竟然在哭泣。哭了呢，这是粑粑的、哭的还是疼的呀？小老弟，我也没招，我也不会呀，咱也不是兽医呀。或许他知道自己终于得救了。完全没有养宠经验的小哥还专门发了朋友圈求助，没想到很快就收获了许多专业的建议。他在家里为狗狗东拼西凑出一套简易餐具，还贴心的给它准备了温水和食物。逐渐恢复精神的小狗走到食物面前大口吃了起来，想必这是他多日以来吃到最好的一餐了。看狗狗状态不错，忙活了一天的小哥这才回屋睡下。然而凌晨2点半的时候，狗狗的叫声又将小哥吵醒。可能陌生的新环境让小狗感到害怕不安，小哥不仅没责怪他，还因此为狗狗想到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海棠花。第二天，小狗看起来活跃了很多，甚至可以站起来自己走路了。小家伙不断摇晃着小脑袋和尾巴向小哥示好，小哥立马去厨房煮了一大碗面，还给小家伙分了一份。看着狗狗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小哥也是倍感欣慰。很快，这只被救活的小狗就引来了数百万网友的围观，大家纷纷建议小哥收留海棠花，可他却解释说自己真的不喜欢养狗，并且自己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它。通过小哥的行为，不难看出他说的的确是真的。尽管如此，可他还是允许小狗走遍家里的每个角落，而狗狗似乎也能感知到对方的善良。每次看见小哥后，小尾巴摇晃的和螺旋桨一样。由于小哥所在的地区连日暴雪天气，加上交通不便，所以平时他吃什么狗狗就跟着吃什么，而小狗也从不挑食，每回都将送去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。虽然小哥嘴上说着不喜欢小狗，却还是会带着它出去撒欢。经过几日的悉心照顾后，小家伙已经可以在雪地里自由地奔跑了。他还主动亲近小哥，似乎是在表达自己由衷的感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狗也慢慢适应了新的环境，晚上睡觉也比以前乖巧很多。白天小哥带它外出遛弯时，狗狗就在雪地里围着小哥开心地转圈，小哥会一遍遍耐心地为它擦去脸上的积雪，而小家伙的幸福之情早就溢于言表，总是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小哥。
似乎他也希望时间能定格在这一刻，这样自己就可以永远陪伴在小哥身边了。然而对于小狗的热情和网友的劝阻，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自己的想法。一方面自己因为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，另一方面自己的确不适合养宠物，更没办法长期照顾小海棠。很快小哥就联系到了救助站，但几番沟通后，他还是很担心小狗被领养后过得不好。在经过多番筛选之后，小哥终于找到了一位靠谱的领养人。他了解到这位新主人很喜欢小动物，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小狗，2只狗狗刚好可以作伴。找了一个主人，他一会儿过来接你。小哥把狗狗的用品仔细收拾好，不久后他的新主人来到了这里，和小哥分别时狗狗的眼里满是难过和不舍，可他却还是懂事的待在箱子里一动不动。新主人看着也十分随和，他小心翼翼的把狗狗放到车上，随后高兴的驾车离去。小海棠被送走后，他试图把生活恢复原本的状态，可几天以来和狗狗相处产生的感情却怎么都没办法抹去。那些画面开始在脑海里一幕幕回放，虽然身后没了小跟班，家里也变得干净很多，可他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好在小狗会在新主人家得到更妥善的照顾，看得出小哥的不喜欢是真的，但他的善良和爱也是真的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，卖火柴的小狗迎来了他生命的转折和新生，最后希望小海棠的余生能像海棠花一样灿烂。